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几个啊？第一，凤凰卫视创办人刘长乐女婿涉金融案刑拘，五一黄金周，恢复疫情前77%，中澳翻脸，发改委终止中澳战略经济对话。那么这3个新闻都是蛮重要的新闻啊。第一个，先讲这个凤凰卫视啊，海口市公安局5月5号发布警情通报，2021年4月30号，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正式对凤凰智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目前，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贺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调查中。全国各省公安机关已经开通受案渠道，请利益受损人就近在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那么，凤凰智信法定代表人就是贺鑫啊，贺鑫是凤凰卫视创办人刘长乐的女婿啊。凤凰金融雷暴最终导致了刘长乐失去凤凰卫视的控制，现在这个贺鑫被抓，难逃一狱啊。孔尚任的这个《桃花扇》有一句话，里面有一个词儿叫"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啊。现在对于刘长乐来说就是楼塌了啊。刘长乐当年长袖善舞，在中港两地穿针引线，捞得风生水起，成为白手起家的一个典型。他不仅挣大钱，而且很风光啊。他曾经是香港的这个叫什么他做了一系列的动作，让这些动作让凤凰卫视得到了很高的关注啊。虽然凤凰卫视在香港不落地啊，而且刘长乐的起伏见证了香港的跌落啊。凤凰智信成立于2016年，注册资本是5亿。那么凤兴科技是他唯一的股东啊。凤兴科技是凤凰金融集团的营运主体，也就是凤凰集团，凤凰这个金融集团啊。凤凰金融集团注册在开曼群岛，实际控制人就是贺鑫。那么凤凰金融集团创办于2014年的8月，那么他介绍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智能金融服务平台啊。贺鑫以前一直是这个凤凰卫视的行政总裁啊。那么凤凰金融的暴雷是始于2020年，他在9月11号，凤凰金融平台突然停止网贷业务，那么下架凤储计划产品啊。那么而且隐藏了出借人已经签订的这个借款合同，修改出借人借款项目的名称、号码、编号，停止向凤储计划出借人偿还到期的本金和这个利息，然后还关闭了凤储计划产品出借人在线的退出通道啊。那么凤凰智信官网披露的营运数据一直到2020年的8月，那么2020年7月的数据显示，凤凰投资网贷平台累计借款金额超过365亿人民币啊，累计出借人数是228526人，累计借款人数超过200万，借贷金额达到102亿。那么凤凰金融和凤凰卫视关系密切，凤凰金融的商标是跟像这个凤凰卫视购买其实是出租啊，一年是500万啊。凤兴科技是凤凰金融通过可变利益实体控制的全资附属公司，凤凰卫视当时持有凤凰金融
约11.37%的策略性投资啊。然后贺兴是凤凰金融的控制性股东，他控制的股权是70.82%，也是最终受益人。那么凤兴金融科技成立之初，就这个凤凰卫视旗下的凤凰新媒体投资啊。那么天眼查显示，凤兴科技有11名股东，大股东就是贺兴，占股权占71%。那么其他的股东之一就是北京天银九州战略投资50万，占股4%。天银九州就是凤凰网的运营主体啊。那么凤凰金融呢，去年9月暴雷，拖了小半年，终于把这个刘长乐拖下水。2月26号，凤凰卫视宣布刘长乐卸任行政总裁，然后上海新闻办主任徐威任这个凤凰卫视的行政总裁。2月24号，凤凰卫视再发内部通告，这个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的副台长孙义胜，为这个凤凰卫视的常务副总裁。那么4月17、18号，凤凰卫视再发公告，刘长乐，全部出售他的凤凰卫视的股份，套现11亿港元。紫金文化跟信德集团分别接盘21%和16.93%。紫金集团是成立于2019年3月20号，是香港的4大央企之一啊。那么董事长、党委书记毛超峰现年56岁，曾经是这个海南省的副省长啊。然后这个凤凰金融的注册地也在海南啊。信德集团是已故赌王何鸿燊创办，二房长女何超琼现在是这个信德集团的行政总主席兼这个董事总经理。好，凤凰金融暴雷，刘长乐，广东话叫一鋪清袋，就是这一竿子就插到底了啊。那圈内人士说，贺兴其实在几个月前已经被当局软禁。那么抓贺兴当然是一石二鸟，一方面展示当局这个整顿金融秩序，另外一方面把贺兴一抓，刘长乐就退出凤凰卫视，然后再把凤凰卫视的股票卖掉，基本上再把刘长乐在凤凰的党羽再清除啊，基本上就这样啊。那么凤凰金融7万多名出借人，涉及98亿人民币，兑付无望。从去年到现在一直在这个维权那么多次去海南省政府请愿拉横幅，然后登广告等等，要刘长乐还钱啊。那么壮贺兴当然是从这个苦主来说大快人心啊，至少让刘长乐卖掉这个凤凰卫视的股权，至少能做一个交代啊。那么但是能拿回多少钱真的不好说啊。刘长乐就这个。第二个，五一黄金周正式结束，文化和旅游部测算啊，那么今年的五一黄金周旅游出游是2.3亿人，恢复到了疫情前的103.2%，也就是说比2019年增长了3.2个百分点啊。那么旅游收入1132.3亿，恢复到疫情前的77.077%啊。什么意思呢？一句话叫旺丁不旺财，这个毕业了1年了，那么现在一开就都出去玩了，那么钱花的不太多那么原来花100块钱，现在花了77块钱。其实2019年的经济很差那么现在比2019年呢还没恢复的，只恢复了77%就没什么钱了。其实讲到底就是没钱了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数据这个数据
旅游这个数据呢，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数据，它很能反映这个消费能力。因为没钱是不能出去旅游的。那么你要看经济复苏，吃饭是没办法省，但是旅游是可以省。但是现在出去了，所以经济在复苏，但是经济复苏复原啊，我们叫复原，但是复原的情况，77%不算太差啊，前提是原来的基数也不太高啊。那么五一期间，全国有12000个 A 级旅游景区开放，占总数的90%，所以可见它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啊。那么接待旅客4800万人次，那么其中红色旅游升温啊，那么西北、西南成为这个旅游热门地点啊，这个洗脑还是很有成果啊。然后现在这个网络旅游平台五一的这个五一热门旅游点重合度很高，包括什么呢？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西安、南京、重庆、武汉、长沙啊，热门城市。携程网的这个携程网五一黄金周的热门景区啊，包括上海迪士尼、颐和园、华尔山、成都大熊猫基地、八达岭长城、圆明园、拙政园、长隆动物园、龙门石窟、西安城墙啊。那么这10个前10个最热门的景点，我讲这个的意思是什么？记住，明年五一就不要去这地方了为什么热门景点人山人海，成为热门话题。3个最著名的这个人山人海，一个就是西湖，杭州西湖断桥断桥变人桥，然后是八达岭红色流量预警，然后是西安兵马俑，只见人头不见兵马俑头啊，大概是这样啊。其他的就五一黄金周刚刚结束，然后沙尘暴又来了那么中央气象台5月6号发布这个沙尘暴蓝色预警，受冷空气大风影响6月8号到6号5月6号8时至7日8时，新疆南疆盆地西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陕西中西部、山西、河北、天津、北京、山东中北部、河南北部、辽宁南部有扬尘或者是浮尘天气，其中内蒙古中部地区有沙尘暴，局部地区有强沙尘暴。然后北京气象局表示，6到8号北京大风天气，6号白天为本次过程的最大时段，并伴有沙尘。目前北京市处于大风黄色和沙尘蓝色预警中那么6到8号大风天气，6号中午到傍晚会出现沙尘天气。那么大家出门要这个带防护用品好，我们最后讲什么？我们最后讲这个中澳翻脸。中澳翻脸，发改委终止中澳战略经济对话发改委发布关于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的声明。声明这么说：近期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某些人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联邦政府某些人，联邦政府什么叫某些人？你联邦政府怎么会是某些人呢？这个话都不 make sense 推出系列干扰破坏两国正常交流合作的举措基于澳联邦政府当前对中澳合作所持态度，国家发改委决定自即日起无限期暂停国家发改委与澳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共同牵头的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然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发言人就是那个谁，那个哎呀我操
澳方一段时间以来，澳方不顾中方的严正立场和多次交涉，滥用所谓国家安全的理由，对中澳经贸、人文等领域合作项目和既有成果变本加厉进行限制和打击，严重损害中澳两国关系互信，破坏正常交流合作的基础。中方不得不做出必要的、正当的反应，澳方必须对此承担所有责任。这件事情重要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这基本上是中国的一个中国可以拿出来讲说事儿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了。中澳战略经济对话这个是一个政治框架，虽然它叫经济对话，但其实是个政治框架，也是中澳关系的基础啊。那么中澳战略经济对话始于2014年的6月，那么当时联邦国库部长霍基和贸易投资部长罗布访华期间那么和时任中国发改委的主任徐绍史进行了首次战略对话。然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同年的11月访问澳洲澳大利亚，与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宣布完成中澳自贸协定的谈判。中澳的自贸协定是2015年就正式生效。那么中澳的关系其实发展的非常的快，其实比后来的中国跟新西兰的关系还要快，因为双方的需求很强烈啊。那么特别是澳洲的这个一些矿产品出口中国，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它对铁矿石啊，对什么铜矿石啊，都需求非常的大，这正好是双方经济形态互补啊。那么其实一直双方的关系高速发展了几年，没几年，真正的转折点是2018年，2018年就是中澳关系的转折点。背景是两个，一个是中美关系开始爆发了贸易战，贸易战开始，中美关系开始恶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然后澳洲就发现中国对澳洲的这个渗透的非常厉害，然后双方就开始出现问题了，这关系就出现了问题。然后真正双方交恶是在什么时候？在疫情爆发，双方开始交恶。那么澳大利亚是首个要求对疫情展开独立的国际溯源调查的国家，然后中国就认为澳洲这个要求肯定是有敌意和政治动机啊。当然，其实在此之前，澳洲已经做了一些动作，什么动作？就是开始清理中国对澳洲的这种渗透，包括当地媒体曝光一些这种渗透的情况啊，然后中国开始报复贸易制裁澳洲，包括大麦、原木、煤炭、龙虾、葡萄酒等等啊。那么澳洲也没闲着，澳洲也开始对这个中国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人权议题，包括王立强案等等开始不断的爆发。那么真正引爆双方的关系呢？我相信让中国做这个动作的原因是，澳洲做了2个动作。第一个，上个月取消中国和维多利亚之间的一带一路的协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当然实际意义不大，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影响很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让他最痛的是什么？其实是这个，就是新任国防部长达顿上个星期说这个中国的企业蓝桥集团对达尔文港99年的租约这个有这个潜在的风险正在审核这个租约。那么如果跑出来讲的话，这就应该是这个租约会有问题，就是应该会取消这个租约。那这件事情真的让中国非常的愤怒又生气那么所以中国就采取一个反制，这个反制就是终止双方的这个战略经济对话。战略经济对话其实
它更大的意义是双方政治层面的一个沟通机制啊，他把这个东西停下来，把这个东西停下来呢，老实讲呢，对中国是不利啊。为什么？这有点像这个欧盟，欧盟欧盟制裁中国的4名这个新疆官员啊，因为这个新疆人权问题，中国反制。这个反制其实中国也知道，反制的后果是什么？反制的后果就伤害中欧投资协定啊。中国跟其他国家的关系在政治层面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交集，基本上你可以看中国跟欧盟、中国跟美国、中国跟英国、中国跟澳大利亚、中国跟新西兰，在政治层面大家是不搭界的，因为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个独裁政权，这些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普世价值观，这不是要把红旗插遍全球？他们在政治上是没有交集，他们最重要的关联是什么？就是经济关系，就是挣钱，一起挣钱的问题。你现在问题是你要是终止跟他挣钱的关系，你跟他就没有关系了。那么其实是一样的，澳洲这个问题也是一样，就是说。当中国开始打击、就反报复欧盟的时候，他反报复欧盟的时候，制裁2类人，一个学者，一个是欧盟的议员。欧盟议员，你一制裁欧盟议员，这等于是把自己把这个中欧投资协定直接扔到冰窖里去，因为你要过议会的呀，你过不去啊，70%的议员都反对，那你怎么过得去？所以你实际上中欧投资协定一终止，中国自己受到的伤害更大，这是核心的问题啊。那如果澳洲也是一样，中国跟澳洲的关系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中国是通过经贸联系建立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经济关系没有了，那双方之间就没有关系了。所以中澳关系，你从这件事情来看，中外关系是回不去的，这是没有回头路的啊，这是一个。那你可以展望中国和澳洲的这个关系。第一个，中国还是需要澳大利亚的这个铁矿石。中国经济复苏，中国的需求在上升，那么很大程度它要依赖这个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所以中国跟澳洲之间的经济关系不会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看，澳大利亚是四方集团的成员，澳大利亚是这个五眼联盟的成员，同时澳大利亚又是 RCEP 的成员 ，RCEP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啊。那么你可以看，中国在各个层面上和中国都有关系。第一个，对抗层面啊，四国集团、五眼联盟啊，那所以澳洲在政治上对中国非常的强硬。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啊，澳洲跟美国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因为基于五眼联盟的这种关系。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又需要澳洲的矿产，同时中国跟澳洲同时都在 RCEP 里面，所以这就是中国跟澳洲的关系，未来的关系就是这样，政治关系基本上是非常的冷淡，双方处于一个对抗的状态。另外，在经济上，继续发生，大概是这样。另外，我们顺便再讲一个这个中国火箭残骸的问题啊。美国太空司令部5月5号表示，美国太空司令部正在密切追踪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残骸重返大气层的位置，具体情况要等到它进入大气层的前几个小时才能确定，估计时间是在5月8号前后啊。那么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4月29号从海南发射升空，把这个叫天河核心舱送入轨道。天河核心舱是可以供3名宇航员在这个中国太空空间站生活的生活舱啊。那么太空站需要做11个任务才能完成它的太空站。这个天河核心舱是第一个任务啊，完成11个任务，
那么中国可以建立它的第一个太空站。那么太空站，长征5号B 火箭可以载重20吨，那么高53米，直径是5米，重是830吨啊，其实非常重啊，是中国最大的空中卡车啊。它发射完了以后，燃烧啊，这不断的掉啊，怎么之后的残骸是22吨，现在在空中跑的是22吨啊。那么，据全球各国太空单位监测资讯分析，这枚火箭残骸将在5月8号到10号坠落地表，那么地区是在南北纬40度之间啊，都有这个坠落碎片的可能啊。那么哈佛天体物理学家麦克道尔说啊，那么这个可能带来风险的残骸，这个残骸可能带来风险，以超音速会进入大气层，最大的问题是它可能不完全烧毁，就当然指望它进入大气层，因为速度很快，会燃烧啊，烧完它最好啊，如果没烧完，那就会掉到地面啊。那么地面当然也有可能掉入海洋，也可能掉入陆地啊。当然掉入海洋的可能性大，因为地球表面70%是海洋，但也有可能掉到地面啊。那么去年5月份，长征5号B在它的残骸掉到哪里？掉到了科特迪瓦啊，科特迪瓦损毁了建筑物，所幸没有这个伤员报告啊。所以呢，这麦克道尔就批评说，中国的火箭设计者很懒，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去年就是有残骸掉到科特迪瓦，你现在不知道掉到哪里去啊。那么《环球时报》就说这个火箭失控造成破坏是西方的炒作啊，西方怎么炒作啊？你真的是有22吨呢，而且你真的去年就已经砸到了科特迪瓦。然后这个报道引述这个航天专家的解释啊，说这个火箭本身结构皮薄馅儿大啊，里面装的全是燃料啊，燃料消耗完了之后，剩下的火箭壳体质量并不大。我不知道它不大是什么意思，22吨叫不大，它剩下的质量有22吨。所以呢，他说以这个铝合金为主体的壳体很容易在大气层中焚毁。那么他说和这个空间站和大型的卫星相比，火箭残骸对地面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你是那个受到很小的那个危害，你就会怎么样？这个问题，非常的，他的这个辩护其实没有力量。第一个，他说质量很小啊，你跟他相比是质量很小，可是22吨意味着什么？当你速度非常快的时候，我印象中曾经有一个像冰箱那么大的一个这个火箭的残骸坠落地面，出现的情况是这个什么？方圆1公里的大坑，1公里一个冰箱那么大的残骸，形成了1公里直径1公里的大坑。那你想，你是22吨，你剩下多少？会烧的剩下多少？不好说。而且去年有这样的，你已经有这样的不良记录啊，所以这个问题值得大家留意。这件事情值得，南北纬41度，这非常宽的区域啊，基本上人类都在这个区域啊，所以大家要保持警惕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在进入互动之前，我向大家报告啊，我们的订阅已经达到了25万啊，非常高兴啊，这是昨天晚上实现啊。那么我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也感谢我们幕后团队的辛勤努力啊，也包括我本人的辛勤努力啊。那么过去2年，正好这个时间和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开播的时间有关联啊。我们是前年的5月15号正式开播第1期啊。
那么现在今天是6号，5月6号，差不多我们2年时间，我们用2年时间，实现了我们订阅的25万，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成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很多不平凡的过程啊，那么无数的网友给我们鼓励和支持，为我们带来了精神上的动力和这个满足感，所以我这里特别感谢大家啊，特别感谢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遇到了一些状况啊，包括我的身体的状况，包括这个环境上的一些变化，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克服这些困难，把我们的节目做好。我也希望能够保持我们一直以来对节目品质的这个要求和这个责任感，好吧？好，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谢谢。明谢一下，Harry 风，谢谢 Elizabeth New York，谢谢，请王老师喝茶。印度变种病毒十分凶险，请王老师提醒大陆民众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这个我看到的一个情况是，说是上海有这个印度游客这个阳性啊，所以大家都警惕，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次五一黄金周啊，当然希望没有中间不会发生什么情况，我非常担心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很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这么多人的聚集啊，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实现这个全民免疫的话，疫情是很难过去的，他就躲在某个地方啊，在这个问题上保持警惕，好吗？啊 ，Helen，谢谢 TT，谢谢啊，恭喜破25万，节目质量一直勇攀高峰，但是王老师的身体永远应该放在第一位。是的，我最近还要开始减肥了，我最近又胖了，所以最近在减肥。那么希望大家给我加油，谢谢啊。情况坐标国内，现在出去旅游，学校都要出示行程码，省内是不敢出去了。OK，观点严格说，连77%都没有，因为原本要出国消费，现在通通留在国内旅游消费，所以才会造成人数增加，但消费额还是降了那么多。这个网友很懂啊，大部分就是以前呢，出国游现在全部停掉，所以其实出国出去消费呢，全部留在了国内。出国消费呢，通常比较贵，国内消费稍微便宜一点。那么，出国消费没有了，全部留在国内消费，国内消费还只有原来的77%啊，所以他说的这个观点是很对的啊，是这样。提问：随着疫苗推广，美国逐渐打开国门，这种外部环境下，有种说法，中国为了显示自己的疫苗有效，也会在下半年陆续开放旅游限制。请教王老师关于中国何时开放国门的看法，非常感谢。中国打开国门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会比其他的国家更进取一点吧，因为其他国家打疫苗比中国打得快，中国本身打得比较慢。你比如说美国，美国你现在我印象中是已经过了40%了，45%了，成年人已经超过45%了，成年人超过45%就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是当成年人打疫苗超过40%的时候，他的感染人数会快速下降，快速下降。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正在迈向这个全民免疫的这个，应该是最快的一个吧。我觉得应该要么是英国，要么是美国，要么是以色列是最快的了。这个我们就不算了啊，大概是这样。所以理论上来说，中国开放游客理论上是成立的，因为其他国家比他打得快啊。其实核心的问题是，
你开放旅游、开放游客的风险到底是国内大还是国外大？核心的问题是这个啊。下半年开放，如果中国不开放，其他都开放了，中国不开放会有问题，对中国影响是很大的啊。但是他到底会怎么决策不好说，因为现在中国天天都在讲，他所有的案例都是输入型的啊。提问：这次凤凰卫视创办人刘长乐女婿的调查楼塌事件，是否表明中共开始对非国营的金融集团进行韭菜收割？毕竟很多国内 P2P 的老总外逃，也没有看见国内有这样的处理意见。P2P 其实已经差不多处理完了。那么 P2P 抓的人也很多，其实都在抓啊，就是说只要出事就抓。但是现在抓呢，就我印象中是在2020年的12月份，就那个时候人民银行就已经公告说基本处理完了啊。那现在的情况是，凤凰金融其实就是 P2P， 应该是 P2P 的其中一个环节。那韭菜收割，韭菜收割算韭菜吗？P2P 这件事情呢，老实讲，就中共自己搞出来的事情，他没有跟进。我们以前有个专题讲过这个 P2P 的问题。P2P 呢，其实它本身是一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业态，就是你不断的在它的成长过程当中，你要不断的，就你的监管要不断的同步的往上走，你要走到它前面，你不能走到后面，因为金融这个东西一上来就好几个亿，你现在一下好几千、好几万人，所以呢，你没有跟进去监管的话呢，你就会出问题。P2P 核心的问题就在这里，它的监管没有跟上，没有跟上，他就发现哇，这里面有很多雷，那怎么办？那我不能等它爆，我就给它挤爆吧。所以他现在的问题就是 P2P 监管没跟上，雷就来了。雷来了以后，他怕它爆雷，那怎么办？我就把它挤爆它，挤爆我可控啊，就用这种方式。所以从2018年开始就开始挤爆 P2P， 就直接把它关掉，一个一个关。所以其实 P2P 对中国老百姓的折腾是非常大的啊，损失了好多钱啊，就是一个这样的。至于这个刘长乐的这个女婿，就是这个环节里面的一个环节而已，一样的。所以去年9月份爆嘛，从2018年开始挤，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直到去年年底就号称说已经搞定。观点：中澳战略对话上一次的时间是2017年，也就是已经3年没有进行战略对话了。中国现在提出终止，其实是凸显了中国对澳洲的境地。中国已经没有其他的牌可以打，非常正确，就是这样，没牌打。观点：中澳翻脸，发改委终止中澳战略对话。中澳之间的战略经济对话如果还在继续，只能说中共给澳大利亚画大饼而已。如果已经谈妥了，只能证明中共对自己需要对付的权利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改变的，也说明中共这次又违约了。情况：今天一起床就看见大陆朋友在群里谩骂澳洲，连澳洲定居的朋友也不例外，他们没有理智，全因大陆能够赚大钱就能忽视 CCP 的一切恶行。新疆问题对他们来说也感觉是别的国家的事。每次谈及政治，我都尽量不在群里发言，骂澳洲。我看到有网友说，澳洲的华人也在骂澳洲啊。今天看到澳洲的一些评论，基本上都说澳洲政府有情况准备报复到这个程度，算是比较克制了。比较虚伪的是，一方面中国人仇视瞧不起澳洲，为什么瞧不起澳洲？另一方面，最新的1500万澳元
188D 投资移民依然是中国人占大部分。中国凭什么瞧不起澳洲？提问：近期澳大利亚禁止在印度的澳洲公民回国，违者可能面临5年监禁。此举立刻遭到各方批评。请问王老师对澳洲的此项措施有什么看法？有这个措施吗？我没看到。但是禁止他回国，澳洲很多人在印度嘛，禁止他们回国，让他们隔离不就行了吗？我觉得这个措施不大合适吧。澳洲的公民有什么权利禁止自己的公民回国啊？我觉得这是不妥的。你可以采取很严厉的措施，但是不应该禁止他们回国啊。情绪坐标英国，今天是苏格兰议会选举，法律规定外国人也可以投票。我们大学的博士群里很多人在讨论议会选举，但是全是投独立党啊，肢解殖民帝国，我辈义不容辞等言辞，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之前还鼓励中国学生多珍惜和参与民主生活，没想到他们这么不屑一顾，充满仇恨。这就是心态的问题。怎么说呢？你吃饭，我吃屎，你怎么可以吃饭？你也得跟我一起吃屎，就这种心态啊，就这种心态。他知道民主是什么，博士群，他们知道是什么，他们知道这里面意味着什么，所以这种心态很黑暗的心态啊。情况：今天七国集团发表的联合声明，邀请台湾以国家形式正式参加世卫大会。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政府强烈谴责网络上民众要求武统台湾，现在网上这篇报道已经不在，文宣系统也找不到。情绪打卡台湾，撇开中国整天对台湾文攻武吓，让人厌恶，光是中国不愿做个负责任的大国就让人十分反感。不只是火星残骸，光是每年吹到台湾来的沙尘暴就经常让台湾空气很差，甚至这次肺炎也是中共的恶意和不负责任造成的全人类的浩劫。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团结起来约束中国。你看说的多么有道理。观点：本次放假的确人很多，报复性出游也导致了报复性宰客，涨价可以理解，差不多也就忍受，但这次报复宰客实在太扯，所以让人接受不了。即使降低了出游质量，也让人不愿意花冤枉钱了。其实我每次都不理解，我从来不会在五一节出游，因为鬼都知道会是什么情况。但是每次都有那么多人出游，我都不可理解，为什么呢？大家有什么讨论吗？我很想听一下。你像比如说11黄金周、5一黄金周这两个大的这个假期哈，一个在上半年，一个在下半年，这明显是政府安排的，就让旅游行业能够通过这个黄金周能挣钱，上半年挣一把，下半年挣一把。那么旅游企业就利用这两个假期呢，就宰客，疯狂宰客。那其实这件事情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第一，人多的没有旅游品质啊，你人一多就没有品质。你想一下，杭州的断桥上面站满了人，排的像排队买票一样的那种情况。断桥上面就是那个苏堤白堤上，那有品质吗？没有任何品质，为什么还要去？这是第一个，没有品质。第二个，机票、火车票，这个酒店，这个包括你出租车等等，所有的这些你需要用到的地方，包括饭店，全部都是人。你想中国人口十几亿人口，他一出行聚集到某几个点上是什么情况？一定是这样。这是第二个，就是说你一定会面临这个宰客，面临你吃不好、睡不好、走不好、行不好、玩不好的这样的情况。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会高高兴兴的出门，然后一肚子气回来，一定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
没有一次例外。可是中国人好像永远不记得，每年5一、11都要出去，为什么？大家聊一下好不好？我很想听一下。我从来不会我在深圳的时候，在北京的时候，在深圳的时候，我从来不会在这2个假期的期间出游，我就在本地就好了，正好没人在，我挺好。为什么大家会愿意做这样的事情？请网友教我一下好吗？我理解不了。情况：同学在医院工作，打了国产国药疫苗，抗体检测显示，大多数接种的医生几乎没有抗体。现在大范围组织打疫苗，各街道派了接种任务，要考核接种比例，明知道没有效果，还组织大范围免费接种，完全是为了国际观感，就是为了数字啊！提问：美国宣布将开放疫苗专利，请王先生怎么看？美国自身疫苗充足的情况下，直接加大出口，对贫困国家低价，甚至赠送疫苗，难道不是更有效的措施吗？开放专利对于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研发疫苗的药厂是不是不公平？当然不公平。我辛辛苦苦研制出来的疫苗，然后当然我要申请专利，我申请专利之后，大家都知道我这疫苗是这么生产。那你现在开放这个专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这个专利就没有失效了。那么很多药厂可以生产，它可以卖它的这个药品。那对我来说当然损失很大，这个是不公平的。所以药厂没有人支持，都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为什么美国会支持这样的政策？我觉得有2点。第一点，刚才这网友提的很对，美国可以用支援其他国家的方式来把这个疫苗输出啊，甚至可以进行疫苗外交啊。但为什么不这么干？2个原因，我分析啊，我看这新闻，我当时想的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美国光自己形成群体免疫是不行的啊，它必须全世界都实现群体免疫，全世界都搞定这个疫情，美国不能够独善其身。你看欧盟的态度，欧盟的态度也跟上了，也是支持这一点。原因是什么？就是一样。这些西方的发达国家，它除了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之外，它要解决全世界的问题，它的问题才能解决。所以疫情这件事情就是这样，所以必须让大家都实现啊，这是第一条，这是第一个前提，就是这件事情的最根本的认知是什么？这件事情最根本的认知就是没有一个国家在疫情之下能够独善其身，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用什么办法能够最快的实现全世界的群体免疫？那就是让全世界的药厂都来生产疫苗。现在全世界的疫苗，有效的疫苗并不多。那如果你开放了这个专利，那有条件，当然会很多药厂会生产，因为现在大家都缺啊，缺的话我生产的话，我就有市场有需求啊。那么这个情况呢，如果这件事情一发生，也就意味着全世界的药厂有能力的药厂都会去生产疫苗，那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实现全球的这个群体免疫，那么这件事情才会结束。那么所以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那么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从整体的利益来说，他觉得这样做可能更有利，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全世界的问题，才能最终解决他自己的问题，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当然药厂是会大力反对，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补偿这些药厂的问题。要知道，如果你做这个动作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侵犯他的权益。那我是药厂，我一定去法庭告他，除非你跟我谈判，说怎么补偿我。我们这叫行政诉讼啊。对，我觉得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
补偿这些药厂的话，我觉得药厂一定会提起诉讼啊。提问：情况，美国开放专利的新闻被大陆网友攻击，一类说美国疫苗无效，所以开放；另一类说美国要疫情太严重了，只能开放专利扩大生产，不然就亡国了。国内网络言论丑恶到了极点，你为什么要去看呢？看着这种东西就生气，这个这个已经到一个这个地步，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中共的媒体，它的恶意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就是这个情况。提问：中美关系、中欧关系逐渐明朗之际，中国国内的局势似乎有点扑朔迷离了。无论是各地官员的任免，还是党史金句的出台，普遍的认知是习一尊在加固自己身上的基本盘，为20大连任做布局。可也有人说，习的权威在下降，连任的几率一半对一半。请王先生点评一下最新的中国局势。它的几率有多高不好说。这个一半对一半呢，真的没办法这么量化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几点是肯定的。第一个，习在努力做局连任，这个没有错啊，这个是肯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官场现在气氛非常差啊，非常差，人人自危。因为以这次这个政法系统的这次的这个整治为核心，政法系统这次整治非常的严厉啊，所以基本上以之前的这个示范为例的话，8个抓1个，基本上是这样。那你想想，整个系统数以百万人，那得抓多少人？所以现在政法系统是风声鹤唳。基本上隔3差5就有个公安局长给抓，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情形啊。所以政法系统，你想一下，政法系统是一个在中国的官吏系统当中，官吏系统的谱系当中，它是个非常重要的、非常核心的环节啊。中共很依赖政法系统，你想一下，抓人棍子那是个非常重要的棍子，枪杆子你不能随时动枪，你也得动棍子，大部分时间你在动棍子。说棍子被整治，那你其他人不得发抖吗？所以这是一个官场现在气氛非常的差。当然，习近平也是用这种方式，就是把棍子拿来打给大家看，那大家是不是害怕？所以习近平其实在进行一系列的操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是这件事情做下去之后，其实还有一定的反效果。就是官场上的这种反感的情绪在蔓延，这个情绪是在蔓延，就是有很多的在位置上的人，心里是很不高兴的。你把这个搞成这个样子，这个大家都一起发抖，基本上是这样啊。那么至于说权威下降，权威这个东西呢，就是2点：第一个权力，第二个威信啊。那么权力是在增加的，习近平的权力毫无疑问是在增加的。威信呢，我就觉得未必了啊，因为你刚才讲这个官场的气氛非常的差，大家心里不高兴，那你威信怎么会高？所以这个权力增加，威信下降，权威下降还是增加不好说。那么习近平成不成，能不能成，这里面取决还有2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老人们，政治老人们到底能不能接受这个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老人们当然现在还没全死光啊，那么都还有一些在啊，他们的态度很重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中共党内的当然现在重要的岗位全是习的人，这个没有疑问，但是党内还是有其他人的，你不可能全是他的人。那么其他人的态度是怎样，这个也很重要啊，也很重要。所以现在
不能说它是稳当了，但是是有风险，就是说它有过不了的可能性，它还是有过不了的可能性啊。是不是一半对一半，我不知道，反正它是不是稳当了，这件事不确定，还仍然有不确定性啊。观点：中澳关系搞成这样，大家都挺难受，包括不少澳洲本地人。中澳的关系真的非常密切，很多人做中澳之间的生意，甚至不少澳洲本地人学中文，这跟中美关系是一样的。其实跟中美关系、中英关系、中欧关系都是一样的。中国要知道它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它实际上是第一大贸易国，所以很多中国人，很多当地的中国人是在中国和美国、中国跟欧洲、中国跟英国之间做生意的啊。那你这个关系一翻脸，那这个生意很多生意就做不了，或者受影响啊。情况，澳洲没有禁止在印度的公民回国，只是禁飞从印度来的飞机。OK 啊，所以我觉得他不应该禁止公民回国，禁航是可能的啊，禁航是可以的啊，但是你禁止公民回国，我觉得是不应该啊。观点：中国人很容易被煽动，只要宣传说黄金周旅游新时尚，大家都在五一、十一出游，这么容易煽动？观点：在乎五一、十一长假，根本不在乎旅游品质；在乎旅游品质的，根本不在乎五一、十一长假。OK。观点：因为五一、十一出游，是因为国内的假期太少，春节假期又赶着回家，五一、十一这两个时间点是仅存的出游时机。嗯，还是不成立。你想一下，又花钱又生气，为什么要去啊？观点：关于小长假的集中出行的原因：一、上班族不能有效落实带薪假期，不能自主休假时间；二、国人从众心理，没记性。嗯，好，我继续念。观点：王老师，国内五一、十一出行的人，大部分只能在这个时间出现。国企领导和公务员带薪假1000元一天，没有急事是不会休这个假。1000元一天是什么情况？就是每天扣1000块钱，这么这么贵吗？啊，可能有一个情况，我觉得刚才的网友说的对啊，就是有这么长时间的假期的时间，可能就是五一、十一，那就是要出门，可能只能在这个时间。带薪假期没有带薪假期吗？我没有概念啊，没有概念。不是有带薪假期的吗？怎么会没有带薪假期呢？法定有规定带薪假期，我们以前同事都有带薪假期啊，是有带薪，我们同事是有带薪假期的。为什么？什么叫落实不了带薪假期？我们差不多，我以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每天都有签到假条，请假的条。这个请假当然是他的年假，每年都有年假，年假每年放年假连上一个周末，前后在一起，差不多也能出去1个星期的了，不必跟着这个走啊。为什么没有带薪假期？我不理解，还是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啊。提问：王老师曾经劝一位网友多读书，去寻找未知问题的答案。我曾经接受过墙内的应试教育，而且质量偏低。我也读过一些书，当然还不够多，感觉遇到问题多数要比书本上的复杂。请问王老师遇到问题如何分析解决问题？嗯，现在的情况是我解决问题，我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 Google。那么因为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大部分都是跟新闻有关的问题，那么我用 Google 就够了。那么当然，我们的一些知识储备光在网上是不够的，我们会系统性的找一些问题来研究的话，你一定要看书啊。
那么书对一些知识的陈述会更系统、更完整，所以看书很重要啊，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看一些书。那么我们怎么去解决问题？我们有很多方法解决问题，比如说谷歌搜啊，然后针对一个问题的扩展性的、延伸性的去一直往下追下去，你会对一些问题会做更深入的分析研究。嗯，对我来说呢，看书不是拿来解决问题？看书是做准备，那么解决问题通常就是网络搜索，就是这样啊。我现在的办法是什么？我现在就是我女儿，比如说我女儿，跑来问我，一个什么事情，我通常不会直接回答她，我通常就是说你自己找了没？你先去上面找一下看看。然后如果他找了没找到，我会跟他一起再找，我就找给他看，找到啊，找到了啊，这就是找到问题的办法。你也可以试一下，你也可以试一下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国内中小学教育不上额外的网课就没办法考好试，读好高中上好大学吗？自己不上额外的网课就没办法考好试，读好高中上好大学吗？自己朋友的圈里最近好多发这种分享，谢谢王先生。嗯，那什么叫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就是通过考试去检验你对知识的掌握的情况，这就叫应试教育。那么应试教育其实它是对最终在终点进行检测，就前面我不管，我放掉前面，我只检最后就是考试，这就叫应试教育。那么针对这种应试教育，大家知道为什么大家要去学那些课外课？原因是因为我们最终要通过应试考试来证明我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说，考试是唯一的工具。所以，在教育资源没那么充裕的情况之下，竞争就非常的激烈。这当然不是中国才有，全世界都是一样。就是说，你要通过考试获得再进一步教育的资格和身份，那大家就要竞争。那么竞争光在课堂上竞争是不够的，你的竞争力是不够的，那就要去在课外补强。补强还不够怎么办？那就上很多的课外课，让你的能力提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仅仅是网课的问题，而是你怎么提高你的竞争力的问题。啊，在国内你是用应试的教育的方式，你只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那么你在国外其实也有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女儿也上课外课，她上课外课上两个，一个是数学，一个是英语。英语其实是阅读，就是有个老师制定一个阅读计划。那么我女儿跟另外一个小女孩，她们俩是好朋友，她们一起就跟这个老师，这个老师就给她一个书单，她们就去看，看完之后，她们就上课，上课告诉她这本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讲你的看法等等，帮助她去阅读。我觉得我觉得女儿可以通过这个来提升她的阅读能力，或者提升她的理解能力。美国的教育当中对阅读的这种要求很高啊，而且我觉得阅读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是他上。另外一个就是数学，数学在美国也很重要，所以他在课外课里面就上这。但是除了这两个课以外，他还有很多的课外活动，从下棋到画画，从打球到体操，他都上。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看待这个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方面要考虑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面对的应试的问题，另外我们还要考虑什么？我们还要考虑他的成长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提供一个完整的条件，你不能让他在竞争当中失败输掉。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要考虑，你要让他让他全面的发展。那一个好的教育，一个好的家庭教育，就是要把这些东西都考虑进去。上个好大学重要吗？上个好大学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你未来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职业生涯是有基因的，这个基因来自哪里？来自于大学本科，不是研究生，是大学本科。所以考一个好的大学非常重要。那么上一个好的大学也很重要，然后读一个你擅长的专业也很重要，都很重要。所以每个环节都尽量的不要去浪费时间。其实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每一步每一个时间都很重要，都很关键，没有不关键。所以要认真对待，不要浪费时间。观点：大陆的高考确实有弊端，但是现有体制下最好的选择，上去的不一定是好的，但是好的都上去了。大陆的高考的弊端是什么？大陆高考的弊端就是它号称全国统一考试，但其实并不是全国统一，不是全国统一考试，也不是全国统一招生。真正的公平是什么？你画一条全国性的平均线就好，但事实上不是，各个省不一样啊。大学的弊端当然有啊，高考的弊端当然有，但是不管它有什么弊端，中国现在的高考仍然是中国的寒门唯一晋升的通道，所以高考它有再多的弊端也不能取消，因为高考是现在目前中国寒门唯一晋升的通道啊，所以别的我们不讨论，我们只说这一点就够了啊，其实就够了。所以所谓的素质教育，中国还没有条件做这件事情。什么自主招生啊，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搞关系的资源。做自主招生这种事情，我们只讲一个，中国的高考如果不能解决公平的问题，剩下的都是罪恶。观点：今天刷知乎刷到中澳翻脸的问题，许多帖子都是输出情绪，说是澳大利亚的损失。很多人有个观念，觉得中国是巨大的市场，失去中国是对方的损失。之前也有国内的小公司寻求跟我们合作，整个谈论过程都是在讲国内市场如何好，没有任何数据做支撑，好像画饼就能促进合作。中国的逻辑很简单，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所以你要来跟我做生意，你跟我搞好关系，关系没搞好是你的损失。好，翻过来讲，中国是个巨大的供应商，你跟我关系不好，你也是你的损失，因为你买不到这个商品。所以这就是中国的逻辑啊。情况待期假期在大量的私企没有保证。我在上海第一份工作干了4年，一天年假都没有休过，连周末都经常要加班或者出差。所以我们讲到这一点哈，我们就还是要我们讲人权问题啊。为什么？如果不讲人权问题，就是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经常碰到的华人，在美国的华人，在海外的华人，经常觉得叫什么说反对反对这个要小社会、小政府、大社会，讲这些大话。其实最根本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啊。其实关于人权的问题，我们作为人民啊，我们要求什么？我们的诉求应该是什么？我们的诉求当然应该是照顾弱小
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要有这个观念。如果没有这个观念，天天人云亦云，小政府大社会，情况很多国内私企每年会强迫员工签署自愿放弃年假的协议，这样就逃避了劳动法牵制。我朋友在京东还有娃哈哈公司工作，一般企业员工不敢随意请假，毕竟要留给真正的急事。一般病假、事假，领导都会给你算成先用带薪假期，而且一个家庭也很难凑在一起请年假，所以只有大家都放假才能一起出去玩。OK， 这个我可以理解啊。情况 Moderna 是用了美国政府的资金来做研发，所以美国政府有一定的话语权，说公开专利，但辉瑞完全是自发研制出来，美国政府仅是下了早期的定金而已，所以不能强制他要求他公开专利。Moderna 也不可以，美国 Moderna 政府的资金研发是他自己给的，跟他的产权没有关系。我们要知道，公开专利这件事情是什么？公开专利是什么？专利就是资产。公开专利是什么？公开专利就是剥夺你的产权。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它的资本主义的基石是什么？产权制度。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它的基本原则。所以公开专利这件事情，它必须做出赔偿，或者我们叫赎买才行，否则的话，这件事情一定会打官司。情绪，恭喜王先生25万订阅，谢谢。王生给大家带来了不少优质的节目内容，特别是中国这一块 ，YouTube 没几个讲得好，基本上都是煽动情绪和喊口号。谢谢你的肯定，谢谢啊。情绪，自从看了王老师的视频以后，几乎不再看其他的中文自媒体，感觉他们没有王老师客观，也不够深刻和真诚啊。谢谢，谢谢肯定，谢谢。情况，土共国也有脱北者，请王老师关注。恭喜王老师频道突破25万，谢谢。脱北者跑哪去啊？我只看到过，跑到越南去打工的，最近是抓的有点多啊。其他往哪儿跑？跑俄罗斯吗？好，明谢 Melody 张，谢谢。Elena 妈，谢谢。Vine Seed， 谢谢。Good job, keep it up， 谢谢。Richard 胡，谢谢，请王老师喝咖啡。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